和他爸去参加小小主持人的比赛了。我妈给张家铁报了一个兴趣班，叫小小主持人，已经学了10节课了。现在要有一个汇报表演，每个孩子和家长打配合，一起完成一段贯口演出。张家铁要强，在所有的题里选了一套最难的、最长的。我买了烟袋乌木杆，我是掐着他的两头那么一道黑，二姑娘描眉去演戏，照着他的镜子那么两道黑。回来天天在家练，跟他姐一起练，俩人你别说啊，现在已经练得非常默契，基本很流利了。8到9到10道黑，我买了个烟袋乌木杆，我是掐着他的两头1道黑。妈妈，我跟姐姐练得可好了，我是最棒的。那到时候可不是你跟你姐去，是你跟你爸去。因为他是第2天晚上比赛，我第2天不在北京，只有他爸能陪他去。那咋办？孩子练了那么长时间了，咱也不能就不让他去了，那就练呗。我数1、2、3，咱就开始。1、2、3。这，你是啥呀？我是你爸爸。我买了个烟袋乌木杆，我买了个烟袋是心眼儿。你是心眼儿啊？二兄弟描眉来演戏，二娘的描眉两条气。爸妈，你不缺个什么？但是大胖媳妇自己觉得，她说出来的和我教的已经8、9不离10了。她觉得再练2遍，他们就是夺冠热门。我买了个烟袋乌木杆，我买一个凉糕。我买了个烟袋乌木杆，我买一个凉袋牛肉干。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你是个故意的。1道黑2道黑3、4、5、6几道黑，买一个凉袋乌木杆，2道2道黑，二兄弟描眉两条气。到了比赛当天晚上，我以为张家铁这个脸是必丢无疑了，他只能面对这个现实。没想到他赛到临头依然没有放弃，他找他姐求他姐说：“姐，你能想到什么办法能让爸爸不跟我去？”他姐也是心疼他，找到了他爸的自行车锁，跟他爸说蹦床上的吊环松了，让他爸帮他们绑一下。于是就上演了一场请君入瓮，瓮中捉鳖的大戏。你说这孩子这么有主意呢？关键是大脑发育黄金期把握住了。喝的飞鹤星飞分准锐，科学添加5大脑磷脂，其中 DHA、ARA 达到1比1.7黄金配比。飞鹤专研大脑营养，而且连续4年全球销量第1，大品牌硬实力，喝着也放心。到这儿，大胖媳妇也没想到自己跟张家铁的情绪是完全相反的。外边张家铁想的是，只要没我爸，我也许能夺冠；他想的是，我得赶紧逃出去陪儿子比赛呀，儿子没了我，比赛得完蛋。你爸最后到底还是去了？我本来都跑了，我爸给我追上了。哎呀，那演完大伙给你鼓掌了吗？我演了啥呀？一共10道黑，我跟爸爸刚说了2道黑。老师说拿铁和爸爸可以下去休息了，谢谢。哎，你们知道，当一个外国人自以为很了解中国传统文化，向其他外国人讲述七夕的故事，最后讲稀烂是什么效果吗？今天不是七夕吗？我老公跟我视频的时候就跟我说啊，中国情人节快乐。我婆婆就问，什么是中国情人节呢？我老公说，这个你不懂，这背后是有美丽的传说的。我给你讲讲。因为我老公以前不在中国待过几年嘛，就经常听我们给他解释各种这个节日的缘由啊，美丽的传说呀，就方方面面的就输出很到位嘛。那他呢就以为自己已经是中国传统文化小旋风，完他就开始跟他妈解释，从前呐有一个男子。他叫 cowboy， 我说哎 cowboy 不是牛仔的意思吗？西部牛郎啊。但后来我一想也不算错，就都是6牛男子。然后他就继续给他妈讲嘛，他说，然后这个 cowboy 呢就认识了一个女子，是个裁缝，他俩就相爱了。我听到这儿我还挺自豪的，我感觉他还是记住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的。我婆婆也非常感兴趣。然后呢？相爱之后发生了什么？我老公说，然后啊，不幸的是这个 cowboy 就被叫去修长城去了，然后过度劳累，就在长城上累死了。织女呢很想念她的夫君，就跑到了长城上，把长城哭倒了。我婆婆说：“哎妈，这织女挺有劲的。”我说：“哎，等一下，我怎么听着讲跑偏了呢？你这个版本的织女姓孟吧？那孟姜女哭之前跟牛郎好过这个事儿，范喜良知道吗？”我婆婆说：“然后呢？”我老公信誓旦旦地说：“然后啊，为了纪念这个孟织女和牛郎之间凄美的爱情，每年的这个时候，大家就会划船划到湖中央。”往湖里扔包子，哎呦我的妈！讲稀烂。然后老公讲完之后，自己也觉得不太自洽，说牛郎去的是长城，长城在内陆，那最后纪念他的时候怎么跑到湖中央了？这中间是不是错过什么了？我给忘了。我说对，你错过了嘛，就他还有个小姨子叫小青嘛，那小青跟法海斗法的时候把内陆给冲了嘛，最后找精卫填的海，完精卫填海填500年的时候遇着济公了嘛，俩人相爱了，然后冒出吕洞宾横帮竖挡不让嘛，完后来精卫和济公化成蝴蝶飞走了嘛。今天我跟你们讨论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啊，就是我想认真的问你们一个问题，我是90年出生，就是我是90后，但是为什么在你们所有人心中，
我是一个就是76年间的一个这么一个产物，我也是看着《流星花园》薰衣草长大的这么一代人呢，就是偶尔夹杂点马大帅啥的。那我青春期的时候想撒娇，我也是就是道明寺你这个猪头寺，然后想装深沉的时候，我也是就青春是一道明媚的忧伤啊。我也是看着偶像剧，听着流星雨，暗恋着花泽类长大的一代人呢。为啥别人心中我就是看着红灯记，听着评书长大，然后梦中情人是唐国强老师呢？为什么所有人都管我叫彩玲姐？为什么所有人都认为我比他们大很多？为什么我的人设就这么的风尘？我录脱口秀大会的时候，就那些长得很年轻的95后啥的，管我叫彩玲姐行；徐志胜管我叫彩玲姐也行。毕竟人徐志胜的问题，他长得不是苍老，是蹉跎。他那张脸就感觉被什么玩意儿给蹂躏过，就蹂躏了。但是蹂躏他的是啥呢？也说不清，但肯定不是岁月。这都行，这都行。关键是周奇墨见着我管我叫彩玲姐，他好意思吗？他是不是狂徒？你们觉得他比我年轻吗？最有意思是前2天我回铁岭上浴池搓澡，被认出来了。这个浴池搓澡这个搓姐呢，就咱也别说人看着岁数大，不能制造容貌焦虑嘛。但反正在浴池唠嗑是，就是人今年刚当老，然后这搓姐还跟俺吐槽呢，说他这小外孙子刚出生，爹妈给起名叫浴池汉轩。孩子姥姥呢就不明白，爹姓董，妈姓赵，孩子姓浴池，他就不懂这跟的是什么风。我说那你有啥不懂的？这外孙子随你姓吗？你看你姥姥叫浴池夏妮，浴池夏妮，外孙子叫浴池汉轩嘛，多好听！浴池夏妮，浴池汉轩的，都属于村子味儿的嘛。反正东北搓澡他不搓4面嘛，就搓到第3面的时候，他刚要拍我，他就发现他说你挺短的，搓床空半截。哎，你是不是那个抖音上面那个彩玲姐？就浴池夏妮管我叫彩玲姐那一刻，我心里挺不是滋味，蹉跎的内心起涟漪。夏妮的姐姐是春妮吗？实话说这个事儿我不是很服，我觉得我脸长得不老，而且咱亚洲人本来皮肤就挺紧致的，你没看着我老公他一家人呢？他们一家人那个皮肤，咱讲话了就不是咱嘴损啊，就一吹那褶子都直起浪，皮想紧肉不让，长江后浪推前浪。而且我不也是很注意保养吗？这是我第3次推荐羽西流金瓶了，这次是新升级的流金瓶 2.0 版本，玻色因的浓度从 9% 升级到了 15%。羽西是欧莱雅集团皇室中的一个低调却得宠的公主，这个浓度属于皇室专宠了，用起来感觉肤感更细腻，吸收的也更快。里面有鼠李糖还有红茶酵母，维稳皮肤屏障，所以可以抗衰老。因为我和别的喜剧演员不太一样，我没有觉得自己说段子不好笑，有创作瓶颈啥的。我觉得我自己老逗了，一天给自己笑咯咯的，就那蛤蟆疯了，我笑一天。面部表情就比较丰富嘛，它可以改善我因为面部表情过欠长出来的抬头纹和法令纹。因为有青海的雪域虫草可以延缓胶原流失，再加上玻色因本来可以激活胶原生成，所以在胶原蛋白这个领域上接近增加了1倍。你说实话，其实是不是挺嫩？尤其它加了玻色因助推的渗透科技，就省得白涂一层挺老厚，其实一点没渗透。加点助推高科技，以免皮肤不争气。这外国人学汉语吧，还真得加点小处，光凭热情容易挨打。大胖媳妇因为跟我爸学了一句汉语，觉得学到了就要多用，结果把这搬家公司给骂了，差点挨顿刑。咋回事呢？俺家最近非常着急要搬家，因为房东把这房子给卖了，新的买主呢就很着急要装修，就天天劝我们，你们能不能赶紧搬，能不能赶紧搬？为了保证孩子上学方便呢，我们就在同一个小区找的新家，新宅跟故居就隔了3栋楼。你说这距离吧，它但凡远一点，你还能雇个搬家公司用车拉。这俩地方呢，距离不超过35米，就只能找那种收纳公司用小车给你平移搬家。我以为能更便宜呢，就上网找这种服务叫日式搬家，说都给你分好类，归纳好，你啥也不用操心。说的可好了，而且上门就认出来俺家儿子。你不是大胖媳妇吗？我认识你。然后转身评估，报价14000。大胖媳妇一听疯了，问我他认识我，难道不认识我妈吗？你给温蒂14000，他能把北京朝阳区都给你收纳了，这钱花的可太大脑袋了。你赶紧让他走，逼我撵走了收纳公司。大胖媳妇说他坚决要自己搬，此刻就开始运。然后我爸就不让，我爸呢查了万年历，说今天不适宜搬家。大胖媳妇完全没听说过这种讲究，就问我爸为什么。我爸说确切的说，人写的是今天诸事不宜。大胖媳妇说什么是诸事？我爸说诸事就是所有事，诸在汉语中指所有，诸事不宜，诸有此类，烽火戏诸侯。大胖媳妇听懂了诸指所有的汉语用法，但并没有懂背后的习俗。同城购物买了一个超市的购物车，晚上天一摸黑就开始自己搬。趁我爸不注意，他把小的东西都放购物车里，在地下车库搬了10多趟，但是发现大件他确实搬不动，然后自己联系某搬大件的公司，约了3个师傅帮他过来搬床什么的大家具。我爸都快睡觉了，大胖媳妇过来了，老丈人你起来，人家要来搬床了。我爸说谁来了？大胖媳妇说猪来了，猪来了。猪来了，谁来了？
啊，就来了，猪来了，就来了，猪干什么？我爸莫名其妙被他薅起来，陪猪一起搬家。我说你用我爸可以，但马上过年了，得靠老爷子。他血糖不稳，忌口会营养不均。你送一堆不如送一杯伊利新活舒糖奶粉，这一杯富含16种营养，低 GI 零蔗糖，葛根黄精这类中式养生食材，适合要控糖的中老年。这叫送的贵不如送的对。人小区都有认识我们的，非常尴尬。我爸就陪着大胖媳妇儿，连着孩子就这么一趟一趟搬的。然后我爸对今天搬家这事儿呢，就还是不是很舒服。路上就跟大胖媳妇叨叨，就不应该今天搬。大胖媳妇呢有她的小心机，她就生怕我万一脑袋进水，同意哪个收纳公司了呢，花那大脑袋钱，所以就想赶紧把这活干完，让日式收纳无机可乘。我爸呢就老在他旁边阻挠，大胖媳妇一个着急，爸放车里。我爸还说呢，根本不差这一天，你咋不听话呢？明天是个好日子。大胖媳妇想起来，想制服那老丈人，让他别说话，那就只有这一个招了，上来把我爸又亲一口，强吻，跟我爸说，你说的这些，猪听不懂，猪听不懂。今天 already 搬完一半了 ，no matter 你说啥，12点之前我要把猪搬完，我要把猪搬完。